放弃，抓住每次机会，允许自己笨拙受伤掉眼泪。Believe in me， 值得去试，过程中才有甜美，拒绝没有开始行动的后悔。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，不要停下来半途而废，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，用心体会其中滋味。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血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，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到血的热和爱的美，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，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不计较了，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一颗心跳着。你们大家也可以根据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来说一说。营销呢是我们的短板，这归根结底是钱的原因。人家是带大资本进入的，可以任意的无止境的烧钱，但是我们不能烧也烧不起。但是越是不烧，我们输的概率就越大，它也很容易成为困死我们的死循环。我也看了唯一派的商品，他们涵盖了轻奢线和大众线。什么人的钱都想赚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差异化的路子，就是放弃某一类人，把定位给做精准。郝总，你看，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，我们的大部分注册用户都是年轻白领。好，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呢，在做现有客户的同时，我也想开拓新客户。你先别着急发展新客户。这次繁星呢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，有不少互联网公司主动找我接洽，我也会慢慢的把一些客户呢过渡给你。但你现在的工作重点还是死守繁星。死守？对，一般来说呢，繁星在市场上冒了头，那你作为客户经理呢，就是要打好防御战的时候，干掉竞争对手。对你而言，繁星就是新客户。也就是说，繁星本来是块硬骨头，被我们包装成了肥肉。现在也有其他人看上这块肥肉，而我要守住这块肥肉。没错，维护好和繁星负责人的关系。另外呢，深入的了解繁星目前的境况，把自己当成繁星人，站在他们的角度为繁星寻找未来。对了，余佳安呢，这次在危机处理工作当中表现突出，有能力有担当。陆总呢找我谈了话，说破格提升他为副总监。大家没意见吧？没意见那就散会了。我有意见。繁星的危机公关，我们都参加了。对，余佳安是解决了安安，可是安安本来就是他自己捅的篓子，他不应该解决吗？既然要破格升职，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。凭什么只有他能坐火箭？凭什么？你有这么多问题啊？这样好了，我给你权限，你直接去陆总办公室问他不就完了？从28岁到32岁，我在这家公司勤勤恳恳工作了5年，才做到总监的位置。你才来几个月，就快和我平起平坐？果然还是空降兵来得快啊！对不起，有的人干一辈子也就是个普通上班族，
有的人3、5年就能做成高位。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是靠活的长板来给能力打分的？你是希望我主动放弃吗？对不起，副总监我领了，我努力我奋斗，当然也是为了快速往上升，这是我应得的。请总监以后继续指引工作。喂，陆总，您不在公司啊？啊，我不在公司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我想问问您，副总监是我凭实力拿到的吗？要不咱们见面聊吧？我在郊外，我发定位给你。你下班过来找我一趟。好，今天大家也辛苦了，咱们会就开到这儿。所以，郝辰时，你留一下。坐。怎么样？都打过麻将吗？我从小是被我爸抱在怀里打的，我是看大的。咋了，赌神？所以就能看出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了。甭管包里有没有钱，上了赌桌以后，一定要装作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。气势不能输。这和我们今天的会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包里边没钱，但是有可能对家的包里边全部都是钱。我们到底是要哭穷，还是要装作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出来？财大气粗。自建洗衣工厂和物流体系以及配送仓，我都已经筹划了很久了。我打算立即启动这个计划，你们两个有没有问题？这是你最初做繁星就开始布局的事情，如果你觉得时机到了，那就做吧。可以做，那要不要等到进了 A 轮之后再做？这是我们 A 轮的筹码，如果我们不带上赌桌的话，资本都不会搭理我们。那营销这边呢，也需要钱呀。营销的钱也得花，分步投入吧。先进公关公司，配合我们融资的节奏，打好第一枪。只要融到资了，就不愁没有钱充门面。行，赌呗，反正天塌下来死不了人，大不了卷土重来。乌鸦嘴。我问一句啊，公关公司不一定是余佳恩团队吧？当然了。那行，散会吧。我相信呢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。我们是走到对面来了，可为什么却觉得我们越走越远了？亲爱的，我刚刚在开会，打电话我没接到，怎么了？你上次不是说想了解我们公司市场部规划吗？喂，陆总，我到了。哪个棚？行，那我找找看。好。这个大不大？这个是不是？陆总，哎，来了，过来吧。这儿可真是偏僻呀！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？不懂，叫于阿姨。你是抓娃娃阿姨吗？抓娃娃阿姨，这么可爱的名字啊！你就是嘟嘟吧？常听你爸爸提起你。我
也常听我爸提起你。哎，多多，爸爸跟你是有秘密的。嘘。咱们要不要请于阿姨跟我们一块摘草莓？好。陆总，你还有这爱好呢？啊，嘟嘟最近呢，突然对采摘感兴趣了，我就想，干脆给他弄一片采摘园，这样呢，周末他能够玩得去处。行吧，那我和你们一起吧。侦探，好，来。嘟嘟，你看，你的没我的可爱，你这个小坏蛋。别跑，我要追到你了！哎呀，大一退！别跑！好了。啊，谢谢。还有，你脸上有土，你别动。陆总，嘟嘟困了，我带他上车睡一会儿。好。嘟嘟不怕啊，来。咱们喝口茶吧。这儿还能喝茶呀？我这后备箱里面茶具、水壶、桌子、椅子什么都有。以前没离婚的时候啊，工作完一天，疲惫的回家又无人诉说，待在家里呢更不安心，老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所以啊，经常半夜一个人开着车上高速，跑到郊外来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看看星空夜海，享受片刻宁静。听着都觉得好孤独啊。我40岁人生最大的感悟就是孤独。无论到哪儿，你都必须是顶梁柱。在家里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孩子；在公司呢，上有客户，下有员工。到哪儿，都只是一个人。我记得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，把小米堵在茶水间里，正气凛然地跟他说：“你这个人啊，根本就不喜欢办公室斗争。”当时我就觉得，这姑娘不错，有潜力。果然，没过多久你就干出了成绩。我很欣慰，这说明当时我没看错人。其实，当时我自己都没什么把握。这番工作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做方案这一件事情而已。危机公关、服务甲方、勾心斗角，我并不喜欢。其实，工作和爱情很相似，合适比热情更重要。就像我让你做副总监这个位置，就是因为你合适，而且只有更大的挑战、更大的压力，你才能成长得更快。我相信你能做好。可是我会有压力。同事们都知道这次我做副总监是你钦点的，办公室就是无事生非的地方。我想，这会儿就有流言蜚语在各种小群里已经传开了吧？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啊？嗨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之前还说我破坏你婚姻，还说我是你的空降兵，还说什么？反正什么乱七八糟都说吧。是不是说我喜欢你？对呀，怎么可能？一点捕风捉影的事儿就能夸大成什么样子？职场就不能交心吗？不能崇拜吗？不能有帮助或者被帮助吗？可是我确实喜欢你，而且就是那种喜欢。
过，这跟我让你做副总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喜欢你这件事，你不用有压力。什么时候你也觉得喜欢，也觉得合适的时候，再回答我。你跟我说完分手以后，我感觉好像突然之间松了一口气。我心里想，于佳恩，你终究还是说出来了。生怕撑到结婚就甩不掉我了是吧？你知道张成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他说：“许耀，我求你放过我。我不是怕甩不掉你，我真的怕我一心软就犹豫了，就再也舍不得松开你的手。所以说我想放过你。像那样的日子如果再过下去的话，咱俩迟早就变成仇人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俩呀，就像两只刺猬，想抱在一起互相取暖，但是却总是互相伤害。”陆总，我觉得不对。婚姻不应该只有合适，更重要的是爱。你有爱，你遇到了100件倒霉的事情，你都会觉得还好。可如果没有爱，就算是遇到100件幸运的事情，你也会觉得我真倒霉。这么长的一辈子，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找独一无二的爱情。这么正式约我喝咖啡，还不在公司附近，让我猜一猜是公事还是私事？掐指一算，公事。郝总，我们部门其他客户经理教我说，见客户都得带礼物。可我想来想去，咱们这关系送什么也不合适，干脆以后我在张总面前多说说你的好话得了。于经理啊，哦不对，于副总监。这当上副总监，知道我是客户了？没有啊，我心里一直都知道。那不是因为我们关系好吗？所以没那么多做作矫情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挣钱的甲方遍地都是，有趣的朋友万里挑一呀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于佳恩也会为了拉拢客户，变成这副嘴脸呢。那郝总您看，繁星最近手里也有钱了，你们打算花多少钱做市场？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都跟豺狼虎豹嗷嗷待哺啊？这刚有点钱就一门心思想把我们吃干抹净啊！一个个什么意思啊？还有别人打主意啊？多着呢，突然间杀出很多公司都要成本价给我们做服务。哎，我心说怎么着，你们都是做慈善的吗？我们穷那会儿怎么没见过雪中送炭？具体多少钱还要根据效果来看，可多可少。关键是现在跟竞争对手打仗呢，气势肯定要做出来。哎，你们和张青他们签的是什么合约啊？你认识他？打标的时候见过几次，圈子就这么大，彼此都知道对方的。不过我们没私交的，一看就三观不合。就是项目合约，项目已经完结了，我想换个团队，但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我们有专门负责市场的合伙人，最终还是要跟他商量的。毕竟对你们也不是很了解嘛。亲爱的，了解可以慢慢建立嘛。这样，我可以不挣钱，先帮你做一些基础的业务，让你看到我们的诚意和实力啊。真的？我可以先做个案子让你看看。我呀，就是相信你们的未来。当然了，最主要是相信我们时尚圈出了名的苏大主编的实力。
你也知道，我是一门心思呢，想把繁星做出来。我这个人呢，做什么事儿都是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现在繁星形势大好不说，再不济还有我爸那边资源撑着呢。苦穷难也就这一阵子的事儿。那当然了，以前一本快停刊的破杂志，到了你手里都起死回生了。更别说现在在风口上站着，你不飞，谁还能飞啊？好好做，一定要用实力说服那2个合伙人，以后肥肉都是你的。请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能送你回公司了啊。行。郝辰时，你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，姐姐？我在学校那儿看到了帕洛西汀，那药是有明显焦虑症患者吃的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你也知道他这人死撑要面子，既然知道了，别把这事儿捅出去啊！万一以后繁星做大了，他这种情况可不适合融资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和我没关系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跟你分手那几年跟谁都不联系，我也是跟他做了繁星才知道他长期失眠，靠吃药抗压，有的时候还吃安眠药。他不能总这样下去吧？我了解过了，那药要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没事，多关心关心他。我说千万句，都不如你说一句。走了。王总，这位陈总是我们自建洗衣工厂的总设计师，所有的设备和流程都是他负责规划和购置。我希望你们今后可以好好配合，尤其要注意在第一工期的施工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注意精准设计和设备预料。是啊，这厂房1000平看起来大，但是设计不合理的话，会造成很大的闲置和浪费。空间利用率最大化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员工不走回头路，衣服不走重复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一定要快，一定要在 A 轮融资之前，让投资者看到我们洗衣工厂的优势，让他们对我们有信心，为我们的融资加分。阿姨，快走吧。哦，谢谢小豪。这家店呢特别正宗，但是就是没有包间儿。没问题，这就很好了。那像这个活，我第一次接。你看你这整这么破费，太多了。这必须都得点上啊！张青啊，出差的时候啊，你肯定一个人很无聊。我呢，就经常带你出来吃北京的好吃的啊。那好，那我就经常的不客气。不用客气，咱是自家人，客气啥？小好啊，你呀，真的想娶我们家芬芬？张青，她愿意嫁，我娶。但是有个情况呢，你不一定知道。我女儿啊，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太想结婚。但是呢，她是听我和她爸爸，只要我和她爸爸一劝她，她马上改变主意。那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劝劝她。我们那边呢，是这样，养个女儿吃穿用度很费钱的。我们家条件呢也不是很好，她来北京上大学的钱都是我和她爸爸借的。太不容易了，以后啊一定得好好的孝顺你们。但是呢，我们那边呢有一个风俗也不太好，那是没办法。每一家只要是嫁女儿，那个彩礼呀，要的比较多。哎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是说我在这卖女儿啊，主要我们那边呢是想看看男方的诚意。那阿姨，这个彩礼费要多少才能看出诚意呢？你怎么着也得2万。小好，你真会开玩笑。
我女儿一年都能挣几十万，2万你想娶她，你拿得出手吗？跟你说，20万。我看工厂那边在进设备了，他们还挺快的。对呀，10几道洗护和消毒程序让用户更放心。我们还会扩建洗衣工厂，工厂线也会开辟出一条互联网线上洗衣业务，也算是有自造血能力了。这钱花的值，还挺好的。哎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你说的对于繁星的精准定位的问题啊。这是商品部的买手们对于唯拍的服装风格和品牌的精品分析报告，我看了一下。难道你们都会觉得我们应该死守中高端市场，而放弃掉大众的产品线，来跟唯拍做差异化？对，因为他们更有钱，可以两手抓。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就把一只手能抓住的做好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倒觉得不对啊。虽然我没有论证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我们应该守住大众产品线，而放弃掉中高端市场。死守低端市场。与其说是低端市场，不如说是更为细分的市场。去除掉所有高大上的假象，只为普通白领而服务。可是许耀，我们为什么要租大家买得起的衣服？如果是我租衣服，我肯定是想租我买不起的呀。所以你并不是繁星的受众，你不能穿着奢侈品去指导那些每个月7、8千块钱工资的人应该怎么穿搭衣服。可是我不想走低端路线。说实话，我一个时尚圈出来的人，我不想让别人嘲笑我的品味和审美。市场没有低端和高端之分，我们现在是在做生意，不是在作秀。晚上有时间吗？有。我想看个电影，要不我们一起看？你笑什么？啊，没有。那这样吧，关于繁星如何做好精准市场定位的问题，我们再好好想一想。毕竟，这也是我们和竞争对手作战的策略之一。小好，这吃半天了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怕我说错话。你要说呀，你说了我才能知道你真实的想法。那我说了，20万彩礼费不可能。您口口声声说不是在卖女儿，但是你就是想趁着家女儿在牢里。我很心疼她，我心疼她那么努力的想好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但是你们就是不放过她。你们家什么情况我不清楚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张晶在您的眼里更像个摇钱树，而不是宝贝女儿。哼，小好，你这么说话，阿姨不喜欢听。我知道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娶我们家芬芬。我就跟你说吧，我儿子，我的亲儿子，娶了个一年才挣几万的姑娘，彩礼费我就花了20万，我都能花20万。你们这些大城市的人怎么这么抠门呢？20万如果花在他身上，我会给，但您跟我谈条件，我不会给，因为它不是商品，不该被您这样明码标价。阿姨，您刚才跟我说的话，我不会告诉他。但我们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就送您回去。你要是不高兴，现在也可以骂我一遍。但是毕竟是我把您叫出来的，我必须得安全的把您送回去。好，好，吃吧。吃。
没事，还剩点，你吃吧。今天看什么电影？徐阳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你借的钱和我没有关系啊？今天咱们能不聊这个吗？不能，要不是李念欢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我就是朝我姑妈借了点钱，这个我自己能还。我们结了婚，你借的钱就是夫妻共同债务，怎么就和我没有关系了？你好歹跟我打个招呼吧。于佳安，我今天真的很烦，我不想想那么多事情了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安安静静的看个电影？那你慢慢看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徐瑶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看过漫威的电影。那一年没有看上的电影，今天终于看上了。这样吧，等漫威的新电影上了，你请我看，毕竟今天这个包场还挺贵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出多少部，我就陪你看多少部。好。哎，小安姐，你不也是漫威迷吗？当年跟你一起看漫威的人，现在还在你身边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看漫威吗？每个人都有英雄梦啊，还需要理由吗？正因为我们平凡的生活中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超级英雄，所以我们才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也想成为生活当中的超级英雄？不是吗？我小的时候跟我姑父出去逛街，看到乞丐就往他的碗里边扔钱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爸呢每天在工地上打工是靠自己的力气来换钱，你有文化，你是靠知识来换钱，小卖部的老板是靠商品来换钱，那乞丐是靠什么来换钱呢？我姑父就告诉我，他是靠尊严来换钱。后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躺赢的人生，每个人都是拿着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钱。我现在拿什么换钱呢？拿时间，拿精力，拿想法，拿所有能想到的一切去换钱。你就那么想换钱吗？钱也不是说万能的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呢，多一点钱就多一点安全感，让我觉得做一个好儿子，乃至于以后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都多一点底气。你笑什么？我刚在想，我要是有特别多的钱会怎么样？结果你说有钱可以让你有底气成为一个普通人，可对我来说恰巧相反。相反，你不想做普通人？对啊，可以让我有底气，不去做一个母亲、妻子、女儿。我会去追求梦想，我也想去出国读书或者环游世界。我还想找个地方去支教，还想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探寻不同的服饰风格。唉，你说对了，有钱可真好。对了，我今天穿的衣服也是你们繁星上面做的。怎么了？你是真心喜欢繁星，还是说有了终身会员之后不用白不用？把你的会员收回去。
那你为什么愿意成为我们繁星的用户？像我这种收入不高的职场女性，也有每一天换一套质感看上去不错的衣服，假装自己活得很好的需求。但要是买的话，无论是经济还是我租来的房子的空间都承载不了啊。租衣服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你们那个张总是不是一次都没有体验过繁星？张总天天接触的都是总监以上级别的中高层，他对自己服装配饰要求非常高的，怎么可能租别人穿过的衣服？只是因为别人穿过，所以他就很介意。其实我们的自有工厂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，消毒、洗护都是很专业的，比你们洗得更干净。但是像他这种收入和年龄的人，早就在不断的试错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，会长期的依赖某些适合自己的品牌，很难去撬动他那样的人成为你们的客户的。怎么了？所以我在想，我们繁星可能需要重新定位了。说句难听的，就是我想只针对下沉市场，服务好那些月收入差不多1万左右甚至以下的那些女性，而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去服务。我认同。我在准备繁星的年度方案嘛，我给我们公司女同事都买了1个月的会员体验。我发现对繁星的满意度是和他们职位成反比的。高薪高位的女性呢，对自我层次认知比较高，可能从概念里就无法认同和别人共享服装。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把繁星的营销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你等一下啊，我来录音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说好了，年度营销交给我来做，算是我拉来的客户，我是有提成的。需要，终于也能在你身上赚到钱了，快点！我答应你，雨瞻，繁星的年度营销交给你，但是你要拿出一套打动我的方案出来。知道了。吃吧，都凉了。苏总，这么巧？早啊，陆总。早。陆总，你应该是喜欢易家恩的吧？那苏总您呢？你是图许瑶能帮你创业，还是图他这个人？当然是都要了。我比较简单，我只图人。那我们就各自努力，就当是互相帮助。那你得谢谢我了，我已经向于家恩表白了。真的？他怎么说？现在怎么说不重要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要各自努力。郝总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？苏毅找了一家广告公司，先切走了双微运营业务，早上传合同到系统里才告诉我。绕过你和徐耀吗？
他倒是有这个权利的。关键他这么做，我夹在中间就很尴尬。人家那话说的可好听了，说要把这个运营业务啊碎片化分出去，然后多尝试几个服务方，这对我们公司将来这个营销业务啊找到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有好处。他是冲我来的，我退出他就能公平对待我们公司。这跟你退出没关系。如果因为你退出，这事儿就给光谱做，那反而显示他小家子气了。我觉得这样，你们呢先按兵不动，反正双微业务也没多少钱，你们需要的是个年单，对吧，亲爱的？对啊，我觉得，你看，这个就叫潜意识。你继续说，亲爱的。于佳恩，我们走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双微运营是营销计划的一部分。你现在找了个服务方，把合同都聊得差不多了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最近你一直在跑河北的工厂，我没找着机会跟你说。这个游云啊，我认识他很多年了，比较信得过他。那双微运营的业务呢，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，1年下来也没有多少钱，我就自作主张了。所以，这不是大业务小业务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市场和销售板块是由郝辰时来负责的，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权利。哎，郝总，像你现在这样瞒着他，悄无声息地把他本该做的事情给定夺了，这在公司的流程上就是错误的。到底是不尊重郝辰时，还是不尊重32楼的于佳恩啊？这跟于佳恩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跟郝辰时打什么算盘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一个想给张青开绿灯，一个想给于佳恩开绿灯。营销这事儿我要是不管，32楼都要成繁星的太子爷了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承认啊，人家的营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用户的增长，带来了现金流，带来了市场认知度。你在这里话里话外暗示别人是通过走后门来拿到的业务，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？而且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把业务交给他们去做，我只是说在公司里头，大家必须要按照流程、按照制度来办事，该竞标就竞标，谁也不可以任人唯亲。反正你就是要帮他们说话了。我不是在帮谁说话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像你现在这样压着郝辰时，你让他以后怎么放手去做事？这就是合伙人即将要崩坏的前兆啊！